那日我蹲在路边啃着窝窝头看戏，两个人斗鸡似的，特下饭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样的，我就是嫁给猪，嫁给狗，也绝不可能嫁给你这个废物。行啊，我就是娶鸡娶鸭，娶了这个小乞丐，也绝不可能娶你。好啊，沈元安，你若不娶她，你就是缩头活王八。不是吧？看个戏还能把自己搭进去？那个，管饭吗？爹娘，我要娶她。娶？你带回来的人，你自己照顾好。哼，反正你别指望我们花钱给你养女人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养。你要养她是吧？行，从今往后不许任何丫鬟伺候她，你也绝不能从家里拿1文钱花在她身上。沈元安，不怪齐姑娘骂你是个废物，你自己算算，自小到大，你哪一件事情能坚持超过7日？谁说我坚持不下去？我非要将她养得好好的。你们瞧好了吧，我非要把她养大了，我要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当本少爷的未婚妻不好吗？我爹娘带姐姐看病去了，弟弟在找吃的，我们约好在桥下碰头，谁要当你的未婚妻？来人，去，把他爹娘、姐姐还有弟弟全接到府里来，再专程请个大夫给他姐姐看病。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娘真是狠了心了，有关的事全要我亲力亲为。厨房的人一听是给你洗澡，水都要我自己烧。整整3大桶水啊，烫死我了！谢宝珠，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？怎么瘦得跟小鸡仔似的？谢宝珠，你今年多大？15。那按律法，我岂不是还得再养你2年才能把你娶进门？你知不知道，就这2天，我在你身上已经花了整整10两银子了。给你姐姐请大夫看病要钱，给你全家人置办吃穿用度也要钱，就连刚才洗澡的水都是本少爷亲手烧的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放弃。付出了这么多心血和银子，现在收手，我不甘心。养，再苦再难，本少爷也要把你养下去。愣着干什么？过来，给本少爷捏捏肩膀。哎，你什么眼神？他是嫌弃我吧？他分明是在嫌弃我，反了他了，吃本少爷的，喝本少爷的，我都没嫌弃他，他倒先嫌弃我。猪猪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好了，你就放心吧，猪猪最聪明了，这全家谁出事儿，他都不可能有事儿。就是啊，娘，这一路上要不是有二姐护着，咱们哪能活着走到京城？现在既然进城了，只要咱们齐心协力，肯定能混出头。猪猪，都是姐姐这身体拖累你了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爹，我打听过了，户部尚书家正在招厨子，那里人少事少，最适合你这种不爱交际的性子。那位尚书也是沧州同乡，口味偏好粗犷些的菜色。你面试的时候，先给他做一道烩羊杂，保证能让他刮目相看。猪猪，爹听你的，明儿个爹就去试菜。娘，
姐姐的身体得慢慢调理，身边一时半刻离不开人。珠珠啊，我能照顾自己，我真的不会拖累大家伙的。好嘛，我乖乖听话就是了。娘，你去桃花巷找一户姓李的人家租宅子，那主家也是在户部当差的，人厚道，不会随便欺负外乡人。租房的时候，你记得随口提一句，就说爹要去尚书家当厨子了。姐，可咱爹还没去面试呢，这不是撒谎吗？傻小子，珠珠又没让娘说爹已经入职了，只说正要去，这哪算撒谎？爹，你去尚书府跟管事面试的时候，记得说清楚，咱们家就住在桃花巷李大人家。我明白了，这样一来，尚书家的管事就不会把咱们当成没根没底的流民了。能当管事的都是人精，他一听咱们住在户部李大人的宅子里，自然会高看咱们一眼，这事儿准能成。怪不得这一路上逃难，再苦再难，姐姐都不让动那笔压箱底的银子。要是没了这笔租房钱，咱们连落脚地儿都没有，更别提找正营生意了。姐，那我呢？爹娘和姐姐都有着落了，你赶紧也给我安排个活啊！我打算以后送你去巡城司做捕快，但这事儿还得等时机。当务之急，你得先把这副身骨练结实了。你若是不怕吃苦，就先去白鹿书院应个杂役的差役。白鹿书院里的子弟非富即贵，个个眼睛长在头顶，你性子急又倔，若不先去那里受点挫折，改改脾气，将来当了捕快只会惹祸。珠珠，那沈少爷之前给你姐姐治病的银钱，我这儿都攒着呢。等会儿咱们把钱还了，立刻去租那李家的宅子，安定下来。走走走，赶紧走！什么老谷子世子未婚妻，全是狗屁！咱们谢家姑娘不稀罕。怎么，听你们这意思，让我家元安娶这姑娘，倒是委屈你们了。贵人，您这真是折煞我们了。只是我家这姑娘生来痴傻，又不通人情世故，哪里敢高攀侯府啊？是嘞，高攀不上，高攀不上。书上说，湿着头发到处乱跑是要得伤寒发热的，我可不能把那矮宁瓜养死了啊！谢宝珠，你给我站好了！哎呦，我刚刚才知道，这湿着头发到处乱跑是要得伤寒发热的。我要是把你养死了，不单单齐营那个凶婆娘要笑话死我，我沈元安还得沦为全城笑柄。哎呀妈呀！你们什么时候处在这儿的？一个个不出声，跟假人一样。我明白了，娘，你这是要学画板子上演那一出棒打鸳鸯呢？你说，你私下给了他们多少银子，想逼他离开我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还真就下定决心了，非要把他养起来，将来一定要娶她进门。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沈元安自己养了个未婚妻，谢宝珠你可不能跑，你要是跑了，别人还不把我笑话死啊！哎，冬瓜，你放心。我有钱，养得起你。再不济，我带你去祖母家打秋风，咱俩就是在京城里蹭吃骗喝，也绝不让你饿着。姑娘，你们走吧，真不必陪着这个混账东西胡闹。我不放，我不放，我就要养他。沈元安，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个孽障！俺的亲娘哎，这一家子贵人怎么瞧着脑子都不太好使的样子？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母亲饶命啊！我让你怎样？哎呀，可疼死我了！爹娘，你们不觉得她真的很像昭昭吗？姑娘，沈家曾有个女儿叫昭昭，那是元安的亲妹妹，长到10岁，早早便夭亡了。那年我们一家欢欢喜喜进宫赴宴，谁知回来时，昭昭已经没了。元安一直抱着妹妹冰冷的尸体不肯撒手，他总觉得是他没照顾好妹妹。姑娘，就当是在我们家找了个营生，我每个月给你5两银子，你就留在府里让他养着，等这蠢儿子的热乎劲儿过去了，我再额外给你50两送你走，好吗？珠珠，
虽然你从未说过，但娘心里知道你不是以前那个猪猪了。娘不知道你在梦里那一辈子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可你要记住，爹娘还有你姐姐弟弟，无论你是病痛还是健康，是富贵还是贫穷，咱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你是个大姑娘了，心里主意大，但你没必要把所有事情都一个人扛在肩上。猪猪啊，别怪娘。既然那个孩子活不过来了，现在身体里住着的这个，从此以后也就是我们的亲生骨肉，是我们的家人了。姐，这是我刚去后山给你捉的山鸡，你趁热补补身子，别总生病。猪猪，姐姐给你缝了新的布偶，你要是闷了就玩这个，别不开心。孩子他娘，这是我今儿个做短工攒钱买的药，记得给猪猪吃。既然你打定主意留下，咱们全家都听你的。我们在外面会按你交代的计划去做，你在沈家千万照顾好自己。既然给了我这些爱，我便要守住它。这次计划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这次我必定要杀一个人，还要救一个人。谢宝珠，你是真不把自己这身骨头当回事儿啊？不知道每逢换季你都要大病一场吗？这穿堂风吹进来，你是想吃药吃到吐，还是想看我急死？坐好了，本少爷今日大发慈悲，再给你梳个实心的头型。全过时了，这2年前的旧款怎么还摆在桌上？我堂堂沈家世子，竟然让你戴这种成色的东西，不成，我还是得想办法多赚点银钱。京城里那些名门千金有的，你谢宝珠一样都不能少。你瞧瞧你这首饰，走出去都嫌寒碜。我告什么看？明天我就带你去宝庄阁，那里的首饰若是不挑出10件8件满意的，你就别想回来。2年了，有些事情该在这场大雨后见个分晓了。不行，这玉色衬得你脸白，还是得带你去宝庄阁重新打几套。我都想好了，下个月你就得穿红挂绿，非得把那帮名门千金比上去不可。嘿，你这丫头怎么还不领情？你知不知道我每个月20两月钱全打你身上了？现在我出门连请人喝茶的钱都没有，全靠那帮狐朋狗友买单。外头都传我是京城第1吝啬公子，我名声都臭了，还不都是为了供着你这尊大佛？赶紧吃，趁热。赵冬年回来了，前年他被派去沧州治理水患，在外面折腾了整整2年，如今圣旨下来了，要给他开什么劳什子庆功宴，还给咱家下了帖子，听得赵东宁中这场大水惨绝人寰，良田民宅全都被冲垮了，到处都是饿殍，百姓逃都逃不出来。猪猪，还好你们一家运气好，提前逃了出来。是我们逃出来了，可是林婶子没逃出来。林婶子以前最忌讳疼我，总喊着猪猪婶子给你做馄饨了，可她死在了那场水里。还有囡囡，那个才刚满3岁的小囡囡，她也没逃出来。囡囡才3岁，她胖嘟嘟的小脸再也看不见了。她藏给我的糖果还没吃完。还有瘸腿的老王叔，他以前每次杀猪对我挤挤眼，安是给我留了最好的肉，他们全死在那场水里了。你以为那是天灾？不，那是人祸。2年前的那个深夜，赵冬年就站在河堤上，嫌李业宁大人修的堤坝太坚固，让他费尽心思才毁掉。他竟然说，如果不淹了百姓的家宅，他要如何赈灾立功？洪水决堤时，全天下都以为他披星戴月安抚灾民累病了，京城里的官员还在给他写折子表功。所以，他所谓的功勋，全是用你们沧州百姓的命填出来的。他专挑深夜泄洪，就是不想给活人留活路。庆功宴是吗？既然是庆功，那就让他死在那天吧。你要我去赵冬年的庆功宴？猪猪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那可是赵家皇后的亲弟弟，太子的亲舅舅。沈家跟赵家是什么关系，你最清楚。我小姑姑沈贵妃如今冠宠6宫，皇后娘娘虽然有太子撑腰，可早就失了圣宠，天天盯着我们沈家的人，恨不得生吞活剥了。成，既然是你交代的，我去膈应膈应赵冬年也好。谁不知道他是个掉进钱眼里的财迷？
这次去沧州赈灾，指不定中饱私囊贪了多少民脂民膏。这种人就不该活着。是李延晴大人，沧州府尹李大人。李延晴，那个修堤坝的，听说他修的合击绝了口，被赵东年反咬一口，参了狱杖。折腾了2年，赈灾结束了，真正修堤的人成了阶下囚，毁堤的人倒要开庆功宴了。看什么呢？冷风入骨，你这身子骨还想不想进宫赴宴了？沈元安，你会不会照顾人啊？你是瞎了还是死了？瞧瞧猪猪这手冻成什么样了！要是你沈大世子不行，趁早把他给我，本姑娘来养，保管他白白胖胖，不受半点委屈。邪了门了！沈元安，你是中邪了吧？居然不还嘴！这个纨绔到底在想什么？猪猪，喝口热的压压惊。这2年要不是有你帮我出谋划策，我那个阴阳怪气的继母和只会闯祸的弟弟，哪能像现在这样被治得服服帖帖？连我爹那个老顽固，现在都一门心思开始培养我了，说是指望我能撑起侯府的门楣。谁能想到2年前的我，还是京城人见人嫌的顽劣炮仗呢？你还记得2年前那个雨夜吗？我一个人坐在沈家门口，连个遮雨的地方都没有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娘临终前拖着病身进宫求贵妃娘娘，非要定下我跟沈元安的婚事，到底是图什么？我娘是怕她死后我在家里被继母糟践，她觉得沈家江风清正，沈元安就算也会善待我。可婚姻真的能成为我一辈子的避风港吗？难道女子逃离了父亲的管束，就只能去祈求丈夫的庇护吗？靠着别人的爱与怜惜生活，这一生真的能得到真正的安宁吗？齐莹，圣人都说人贵自立，别人的爱会枯萎，怜惜会耗尽，你求来的避风港随时会被浪打翻。书里教女人在家从妇，出嫁从夫，男人却被教导要建功立业，顶天立地。猪猪，这世道本就如此，难道我们要逆天而行？不看那些既得利益者如何说，要看他们如何做。齐莹，你要做一粒种子，借助你爹的权势生根发芽，长成谁人都无法撼动的参山大树，而不是依附他人的藤蔓。别再去跟你继母争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，那只会让你爹觉得你顽劣。你需要你父亲看到你的价值。别忘了，你自幼习武，兵法烂熟于心，你本就是将才。你母亲当年在西北征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连皇上都说侯府爵位有一半是赐给夫人的。如今你父亲掌管的京郊禁军，半数都是西北旧部，他们心中，你母亲依旧是那位副帅。你是说，让我利用这些旧情？故人虽是，但故人留下了一个像他的孩子，只要你像他5分，就能得到10倍的垂青。去吧，齐莹，去拿回属于你母亲的荣光。像，太像了，简直就是当年的副帅回来了。父亲，昨夜母亲给我托梦，她说她16岁时已经披甲上阵，为大漠守边疆。可我呢，还是个只会给父亲添乱，让叔伯们痛心的混账东西。母亲训斥我不懂事，她要我去军营里历练，吃苦，去看看父亲和叔伯们当年是如何拼命的。莹莹，只要你肯上进，我这个做爹的就算拼了老命也会托举你。可你从前总跟我吵架，闹着要断绝关系，横再娶，更和你那个才5岁的弟弟，咱们父女竟然连坐下好好说话的时候都没有。父亲，以后不会了。莹莹明白，唯有自身强大，才能守护母亲想守护的东西。齐莹，你已经16了，可你弟弟才5岁，你现在跟他置气有什么用？他连刀都拿不动。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那就疯狂的成长吧。等他真正长大，想要争夺什么的时候，你早就成了他这辈子都无法撼动的参天大树。到时候，这侯府谁说了算？还用问吗？猪猪，你看，男人只需要投个好胎就能继承的爵位，我却得在这泥地里滚上2年，拼了命才堪堪摸到他们的起点。李延慎一家已经被押解进京了，赵东年那老贼阴险，
若是让他抢先一步跟刑部通了气，把案子做死，咱们就彻底被动了。赵东年这狗东西还盯着我爹手里的禁军兵权，竟然敢去蛊惑皇后，想让我嫁给太子那个淫邪之徒。还好当年我娘有先见之明，让我跟沈元安这傻子定了亲，那帮人才没法相守所难。猪猪，你说他们先动的手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好，既然你已有定计，我便静候你的吩咐。猪猪，快来看，这些可都是我跑遍全城挑出来的尖货，每一套我都想好怎么搭了，保准让你每天换着花样穿，做全京城最漂亮的姑娘。2年时光，她依旧是骄傲肆意的锦绣纨绔。外人都说沈家世子是十足的废物，可我知道你的才学入一甲绝非难事，你的剑术可百步穿堂。什么才学，什么剑术，哪有当个混吃等懒的世子爷舒坦？猪猪，你是不是又听那些酸书生瞎嚼舌根了？嘿，猪猪，想什么呢？走神走得这么厉害，是不是不喜欢这些？不喜欢咱再换一批。我们就此分别吧。别开这种玩笑，是不是这儿太闷了？我带你去马场散心，好不好？赵东年贪污的账册我已经亲手交给了齐英，他比你更敢用，也更需要那个东西。沈元安，2年了，这出情深意切的戏也该散了。账册已不在我手，我对于你而言已经是无用之人了。沈元安，别再做戏了。听说了吗？那小乞丐被齐家大小姐在宝庄阁狠揍了一顿，沈世子连个屁都没敢放，直接把人扫地出门了。早就说了，飞上枝头的麻雀还是麻雀，这下哭得这么凄惨，活该。猪猪，成了！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你跟沈元安闹翻的事儿，戏演得够足了。唉，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。猪猪离了沈家的庇护，那个天煞的赵东年，他万一回过味儿来，派人来杀猪猪灭口怎么办？爹，您放心，咱们早就不是当年逃荒来的沧州难民了。那时候咱们死在路边都没人收尸，现在谁敢动咱们？爹，您现在是户部尚书赏识的厨子，尚书府上下谁不知道您的名姓？谁动您，就是动尚书的面子。娘，巡城司的差役们天天喝您的糖水，喊您一声荣大姐。那帮衙役虽然官小，却是京城的地头蛇。大姐现在是白鹿书院的女夫子，门下尽是官家千金。平凡更是在巡城司立了功，如今调去了大理寺。咱们家现在每个人都扎了根。赵东年想动手，只要咱们谁出了事，这京城的官场非得闹个天翻地覆不可。他不敢。我今天借着调令去大理寺牢房看过了，李伯伯他们太惨了。大人和夫人倒还能勉强支撑，可李小姐原本就体弱，偏又在路上淋了雨，现在烧得满脸通红，渴得连气都倒不上来。再不治，我怕她连这巡都熬不过去。大理寺那地方没钱没势，谁管你死活？想当初我们在沧州，李小姐待我如亲姐妹，我是她的伴读，却也是她的知交。如今她生死未卜，我却只能坐在这里。姐，别哭，眼泪救不了命，我们要借力打力。你明天去书院，直接去找大理寺卿家的小姐，她是你的学生，又最是心软，你不用遮掩，直接挑明你和李小姐的情分，请她帮忙打通关节，哪怕只是送个大夫进去，也能保住李小姐的命。赵东年现在自身难保，只要不闹大，没人会为了几个囚犯去得罪大理寺卿的千金。猪猪，要是让天骄去求大理寺卿家的小姐，那全书院的人不就都知道天骄是从沧州逃难来的流民了？万一那些娇生惯养的小姐们看不起他，嚼舌根子欺负他怎么办？你这老头子真是越老越糊涂。天骄叫的那些官宦小姐，个个家里都是长了180个心眼的。要是没把咱们家底摸个透，能让天骄进白鹿书院当女夫子？这京城的人最讲究情义2字。天骄要是学这时候他重情重义，是个真性情；可他要是装聋作哑，那才真叫人看清了，显得咱们家薄情寡义。爹，我不怕人笑话，我是沧州来的又如何？谢天骄的名字是您和娘取的，咱们家女儿就是天骄。还是在沧州的时候快活，那时候爹在李家当大厨，每天带回来的剩菜都香得馋死人。那是，李大人最爱吃我做的菜。我在巷子口开那个糖水铺子，街坊邻居谁没喝过？那时候猪猪最乖，总坐在门口帮我看摊儿。曾经在沧州的安稳日子，全是那个赵东年一手毁掉的。所有的怀念，最终都会化为复仇的利刃。说真的，天底下哪有二姐那样当小丫鬟的？整日里就知道找个阴凉地儿躲起来睡觉。有一次全家人都找疯了，最后你们猜怎么着？还是李公子在后花园的假山后头把他找着的。最后李公子硬是把他给背回来的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要走去嫁给那个李家公子吗？行了行了，陈年烂谷子的事儿提他干啥？散了吧，都回屋歇着。总之，这些日子大家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。赵东年那个杀千盗的贪官一日不死，咱们全家一日都不能松畅。上个月
娘偷偷去沈家后门瞧你，正看着你穿了一身鹅黄色的细罗裙，俏生生的站在绣楼上。沈元安那孩子在那底下满头大汗的跑着放风筝逗你玩。那一刻娘就在想，当初那个满身泥点子的小乞丐，如今笑起来的模样，竟跟画里的仙女似的。我的猪猪啊，真成了大姑娘了。我再大也永远是娘的亲女儿。唉，赵冬年带兵抄家那天，偏赶上是李公子的生辰宴，娘瞧得出李公子那心思，他当时定是要开口求亲的，只是大水一淹，官兵一到，什么都乱了。等咱们扳倒了赵冬年，救出李大人一家，你就跟李公子团聚。到时你若想嫁，娘哪怕砸锅卖铁，也一定给你置办一副全京城最风光的嫁妆。嫁不了，也不想嫁。娘，你以为赵冬年是谁？他是皇后的亲弟弟，太子的亲舅舅，他背后拴着的是整个国舅府的富贵权势。要让他死，这整个皇城都得掀起一场血雨兴汪。我离开沈家是不想沈家若有谋事失败会牵连到咱们。若沈元安就此死了，我会静静的蛰伏着。我只怕这些好不容易握在手里的温暖再次碎掉。为了守住谢家，守住这些爱，我可以豁出一切，包括我的真心。猪猪，你都要走了，有些真相你该带走。你真以为那日在天桥下，元安是因为赌气才把你带回来的？那不是偶然，那是元安和齐莹联手给你做的一场戏。瞧见那个小乞丐了吗？赵冬年的狗闻着味儿过来了，他前脚去沧州赈灾，后脚就派人在京城清算难民，这中间一定有猫腻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若是硬抢，定会惊动赵家。跟我演场戏，闹得越大越好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以为我沈元安是精虫上脑，为了跟你赌气才带走他的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顶着全城的笑话把你带回侯府，就这么护了你2年。原来从一开始，那个口无遮言的世子爷就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他筑起了一道屏障。所有的赌气，所有的玩路，竟然全是那个男人的深情与权谋。猪猪，你该明白，这2年元安在外面查沧州的事，那是拿命在搏。赵冬年在沧州杀人如麻，把持得像个铁桶。元安也是最近才抓到一丝线索，原来当年李家抄家时，有几个奴才带着赵冬年贪污的账册逃了。他这2年对你悉心呵护，做足了宠溺的姿态，甚至不惜把自己变成全京城的笑柄，其实是想哄得你心软，让你把那根份能置赵冬年于死地的账册交给他。可我这儿子是个痴种，眼看着赵冬年回京形势危急，他竟然真的要跟齐家退婚，甚至摆出了非你不娶的架势。猪猪，从你进门第一天我就看出你心有乾坤。元安起初救你确实有利用之心，可这2年来他的真心到底如何，你难道真的感受不到吗？真心假意我分不清，他想要账册，却给了我2年的庇护。我是个小乞丐，哪懂得大人物的权谋？夫人，您告诉我，这世间真的有不沾杂代价的真心吗？这场博弈先动心者即为筹码。那账册我已经亲手交给了齐姑娘。夫人，我只是个想活命的乞丐，不想掺和进你们大人物的死斗里，求您发发慈悲，放我走吧。放你走也好，这沈家看着金碧辉煌，其实就是个吃人的火坑。当年沈家只是开酒楼的，是皇上非要把沈家抬得那样高，赏爵封侯一门架在火上烤。天子是没有心的，他只是在用沈家的命去平衡他的权柄。哎呦，这么大的雨，世子爷怎么就这么闯进来了？平凡，快起来，去门口守着，别让人冲撞了世子爷。猪猪，你说的对，天子是真的没有心的。我小时候也只是个酒楼老板的儿子，每天只想着哪种酒最香，后来就像做梦一样，忽然就成了侯府世子。天子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把那些爵位官位一股脑全塞过来。昭昭是被太子害死的，我就躲在暗处亲眼看见了。太子有那种见不得人的恶癖，最喜幼女。从进宫那天起，我们全家恨不得拿命围着昭昭，一刻都不敢放松。可是进了宫哪里由得了我们？昭昭被那个酒醉的畜生生生推到湖里，我躲在假山后面，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，眼睁睁看着他沉下去，再也没能跟我回家。猪猪，你离开沈家那天说我在做戏，可你16岁生辰那日我对你说过的那些话，绝无半点虚假。沈元安，若我只是个百无一用的废儿，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哟，
听你这口气，合着你现在很有用似的。谢宝珠，你自己数数，一换季你就准保生病，嫌药苦就偷偷倒掉，真当我瞎呀？给你买的新衣裳颜色不喜欢你也不吭声，成天就穿那几件旧的，晚上窗外有点猫叫你都睡不安稳。你说说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难养？你瞧瞧我，这么大岁数还一事无成，在京城人人喊打，可我爹娘不是照样养着我宠着我？谢宝珠，你要记住了，这世上的人不是因为有用才被生下来的。你又不是我爹，凭什么养我一辈子？我可以是你夫君啊。那个，我的意思是，猪猪，你得信我，像你这么好的姑娘，肯定会有人前仆后继来爱你的。这不差我这一个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更何况只要你健健康康活着，对我还有对你爹娘来说，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用处。你想想啊，若是没了你，我们这帮人下半辈子不得活活疼死，那余生可真就全是黑的了。我去大理寺牢里见了李明恒，听他讲了讲沧州的局势，也讲了讲你们在那儿的往事。那李明恒的确是个不错的人，才学过人，且对你也算是一片真心。拿着吧，这里面的东西是我最后能给你的了。猪猪，这些银钱地契你收好，自己藏严实了，将来你嫁给李明恒也好，不嫁也罢，有了这些田产银子傍身，哪怕没了沈家，你的日子总能过得好一些。猪猪，爹跟你说件怪事儿。上个月我在尚书府厨房当值，做了几道沧州下酒菜，其中有一道我记得你提过是沈世子最爱吃的。半夜我睡不着，去后厨巡视，竟然瞧见沈世子一个人偷偷摸摸出了尚书府。你这死老头子！猪猪之前千叮万嘱让你盯着尚书府的动静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个猪脑子怎么现在才提？难怪啊，我就说这几天书院怎么好端端的突然给女主子们放假，全京城的达官显贵都在往家里搬粮食，闹了半天，这京城是真的要变天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大冬天的，哪来的雷声？天降神雷！祈年殿塌了，牌位全倒了。听说了吗？祈年殿被雷炸飞了。听说了吗？祈年殿被雷炸飞了，这可是祭祖的地方啊！天降神雷，牌位倒伏，这是上天在发怒啊！一定是太子无德，这是太子无德，这老天爷降下天罚，要收了他的储位了。民间之言不过是流言蜚语，本官在沧州披星戴月赈灾立功，这是皇上亲眼所见的。太子殿下受冤，我等理应上书，请皇上圣裁。国舅爷言之有理，有赈灾大功在身，看谁还敢嚼舌根说天罚。骨头，全是人骨头！冤枉啊！赵冬年，还我命来！沧州几万条人命，死得好惨啊！是谁在装神弄鬼？来人，给我杀！把这些鬼影都给我砍了！混账！这上面刻着庚子年赈灾调拨官印，这是国库里的赈灾银，诬陷！这纯属栽赃陷害！本官在沧州劳心费力，定是有人趁乱将这些东西埋在府里，想置本官于死地。赵大人，是不是栽赃？咱们公堂之上见分晓。这满院子的冤魂白骨和国库银两，总得有个交代。请吧。到大理寺坐坐。去就去，清者自清。这赈灾的事儿，谁不知道水有多深？大灾大贪，小灾小贪。本官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！慢着！大理寺卿大人，莫奉命呈交赵冬年在沧州伙同当地附身贪赃枉法的铁证，账本在此。账本？哪来的账本？那是李延辰栽赃陷害的，他才是真正的贪官。
赵大人真是快人快语，齐统领刚才可是一个字都没提这账本是从哪儿来的，您倒好，直接把李延慎李大人的名号给搬出来了。这算不算是此地无银300两啊？哼，少跟我来这套，本官累了，不想说话。等宫里有了消息，你们再来问我吧。无耻之友，这老贼在等东宫救他。猪猪，怎么办？赵东年这狗东西在大堂上耍无赖，死活不开口。要是太子解禁的消息先到，把案子移到刑部那个赵家的大本营里，咱们可就彻底拿他没办法了。他会认罪的。你为何如此笃定赵东年会认罪？因为他熬得住，别人熬不住啊。你让我安排的那些口技伶人都送走了，瓶也都一把火烧干净了。猪猪，你弄出的那个天雷配方必须死死藏好，那动静实在太大了，绝不能落入旁人之手。母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咱们更得断尾求生啊！舅舅在朝中横行霸道这么多年，得罪的人早就数不过算了，那不是舅舅可以自保啊吗？父皇故意把案子扔给沈家狗腿子云集的大理寺，摆明了就是要舅舅的命。你以前总叫儿臣当断不断，反受其断，怎么现在反倒为了个死人在这里心慈手软了？畜生！那这亲舅舅这些年他为了做了多少脏活烂活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小儿，母后何时教过你舍弃自家人？你难道看不出来，这一切全是沈贵妃那个贱人在背后筹谋？咱们只要露出一丁点软弱，他们就会像疯狗一样撕开这道口子，让咱们赵家血流成河。血流成河，儿臣现在就会被拉下马。父皇早就给过暗示了，只要弃了舅舅，才能把儿臣彻底摘干净。儿臣现在还是太子，只要保住这个位子，咱们赵家才有以后。母后，您就别再妇人之仁了。母后，您糊涂啊！我是父皇的亲儿子，他就算再生气，只要我身上干净，他终究会放我一老。可您呢？都这时候了，居然还惦记着外祖父一家，惦记着那点卑微的姐弟之情。难不成等我将来当了姬，做了皇帝，还得事事顺从外祖父一家，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吗？母后，别怪儿子心狠，舅舅非死不可。畜生，你给我回来！没有国公府，哪来的太子之位啊？没有你舅舅，你早就死了1000回了。去，喊你们大人升堂。公子我想明白了，这就去认罪。这案子办的真是糟心透了。赵东年是认了，可那是太子推他出来送命的。杀一个赵东年又如何？沧州那数万无辜百姓的命，终究是救不回来。猪猪，我心里这口气咽不下。赵东年把脏活全揽了，皇上那边只要不发货，大理寺就没法查太子那些污糟糟的丑事儿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去宫里吧，兴许那里会有你的用武之地。你是说这故事是书院那位姓谢的女夫子讲给你的？是，那夫子说，曾有个姓赵的将领在外征战，酒醉之时，属下突然将黄袍披在他身上，迫使他成了天子。那些属下对那将领说，若您不称帝，等敌人称帝了，我们将何去何从啊？何去何从？自古成王败寇，若东宫不倒，沈家上下故时，哪还有什么去路？而是一道染血的最后通牒。自古成王败寇，若是这事儿真接过去了，咱们沈家上下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太子这出戏演得真好，他在勤政殿门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口口声声说舅舅犯了罪，他也要担责。父皇竟然亲自出去把他扶了进去。娘，咱们真的要坐以待毙，等他将来黄袍加身，再随随便找个借口处置了咱们。沈清哥，你好狠的心！沈氏，本宫就算死，也要先拉你这个贱人垫背，宫门落锁。今日这寝宫之内，一个活口都不许留！沈氏，要不是沈元安那个酒肉玩路喝醉了说漏嘴，本宫竟还不知道
皇上私下里给你留了那样一份大礼，富饶的封地，丰厚的银子，甚至还有兵权。皇上这是想干什么？这明摆着是要扶持你生的那个贱种来跟我儿子抗衡，一个不留。就算本宫今日要死，也要拉上你们母女陪葬。俺的老天爷，外头又是抓人又是杀人的，还好咱们听了珠宝的话，提前把门窗钉死，备下了这么多吃食，就算3、5天不出门，咱们也饿不着。谢家嫂子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咱们李家能洗刷冤屈，全家老小还能活命，竟然全是猪猪在背后一步步筹谋出来的。猪猪这孩子一直惦记着夫人一家当年的恩情。猪猪这孩子命苦，沧州大水，咱们左邻右舍那么多好人，全死在赵冬年那个狗官手里了。猪猪这孩子心里一直难受，这2年他憋着股子劲儿，就是为了杀赵冬年，给死去的父老乡亲们报仇。猪猪这孩子有通天的本事，咱们李家是欠了他一条命啊！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了，就让他嫁给我们明恒，我定拿她当亲闺女待。听见了吧？我跟爹娘说了无数次，你我之间只有知己之情，并无男女之意，可他们就是不信。娘亲总是问我，你们俩这么大的险，千里迢迢带着账本心经，舍了命的帮李家复仇。若没有齐营的禁军，沈家的布局，我一个弱女子，纵有滔天恨意也难以寸进。所以，我不敢鞠躬。听说了吗？长安街上的血垢足有3寸厚。那禁军冲进国公府，可是杀了个鸡犬不留啊！这京城是真的变天了，国公府彻底倒了，太子被废，连皇后娘娘都轰了。赵家这回是真的彻底绝了后了。看来这沈家是要飞黄腾达了。沈贵妃得宠，沈家又是这次平乱的功臣，这往后啊，京城就是沈家的天下了。你是真没看见？那日我带人杀进店里，局势简直凶险到了极点，到处是的光剑影，满地都是禁卫军的尸体。还好我带人赶到及时，保住了公主和贵妃娘娘。猪猪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当初怎么会知道宫里一定要生变，还让我那天必须死死守在宫门口？赵家势大，沈家势盛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我不过是瞎猜的。猜的？你骗鬼呢！这种掉脑袋的大事儿，你敢凭空乱猜？猜的，当然不是猜的。这一步步血色的陷阱，都是他亲手为赵家挖掘的。沈元安去外面喝酒，酒醉之后一定要无意间透露一件事，就说皇上给沈家留了一道封王的密旨。密旨？这种掉脑袋的谎话你也敢让我编？皇后要是听到了，非得发疯不可。要的就是他发疯，看他垂死挣扎时，到底敢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。到了羌州记得写信。姐姐不在身边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猪猪，这一路走来，当真是惊心动魄。能在京城得你这一知己，李某此生足矣。若是在京城待不自在了，随时欢迎你回沧州。到时候我还教你下棋，你还教我打那种新奇的牌戏。姐，你说李公子明年真的会来科考吗？傻子，这只是短暂的分别，待到来年春暖花开，咱们定会再见。仇报了，人救了，这京城的尔虞我诈也该结束了。猪猪，猪猪，谢宝珠，你不许走！这沈世子怎么瞧着总是傻乎乎的？我刚才在城楼上瞧见车队走了，还以为你跟着李明恒那小子去沧州了。我有正事跟你说，我跟齐营那婆娘退婚了。她这次救长宁公主立了大功，皇上降旨封她为侯了。齐营现在可是京城第1位女侯耶，
封侯那天，他当众把婚书甩给我，说他这辈子再也不需要靠婚约护着了，那模样，威风极了。所以呢，你想表达什么？猪猪，如今大局已定，我不必再在那帮老狐狸面前藏拙装疯了。我打算参加来年的科考，正儿八经去做个官。我要让全京城看看，我沈元安不仅会放风筝，文章也能名列一甲。哼，等着瞧吧，我定要跟那李明恒比试比试，绝不会比他差。沈世子，你总跟他比什么？人家是知己，你是疯子。我也没想比什么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你选的人肯定没错。我选你？我何时选你了？我听咱娘亲口说的，她说你在李家当小丫鬟时，李明恒送你什么你都不要，更不肯花他一文钱。可你在沈家这2年，花我的钱那叫一个理直气壮，买衣裳首饰连眼都不眨。如果不亲厚，你怎么肯花我的钱？这个纨绔还真是傻得有些可爱。元安这辈子真是傻人有傻福，竟能娶到猪猪这样的夫人。听见没？连我爹娘都嫉妒我夫人那是何等本事，带着全家逃荒进京，保了命，还一手掀翻了不可一世的赵家。他以为自己捡到了宝，却不知道是他的那点傻气儿，在这冰冷的承谋世界里，成了他唯一的铠甲。猪猪，我先前一直纳闷，户部尚书那个出了名的老狐狸，平日里连大门都不肯多开，那天夜里怎么会突然急吼吼的请我去吃宵夜？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你早就抓了他的死别。我岳父在那尚书府当大厨，平日里哪位富商来过，点了什么菜，有什么忌口，他全告诉你了。你就靠着这些零碎消息，硬生猜出他跟京城那些黑心富商有勾结。你竟然还模仿尚书的笔记，把那几个富商的名字写在纸上送进府去，可把那老家伙吓破了胆，当晚就找上我了。沈世子，老臣发誓，我真的只贪了那么一点点啊！而且我贪的都是那些富商的银子，我从没拿过老百姓一文钱啊！大人说这些没用，得看大人的诚意。你也知道，沧州赈灾捅了那么大的篓子，赵东年急着找个替死鬼呢。您若还是想在这位子上只拿俸禄不做事，那这把火烧到您身上，可就不远了。那我不介意去赵东年那儿显摆一下，说大人您早就是我们沈家的人了。世子都入了我的门了，老臣就算不是沈家的人，现在也是了。我只是想再见见自己的未婚夫李公子，求大哥成全，路上留他们一命。谢姑娘，你救了我老母的命，这份情我领了。你放心，那李家人，兄弟们心里有数。头儿，家里来信了，说是在京城护着咱们家小的那位谢姑娘，可是沈家的新尖子，穿金戴银，出入都是沈家的豪华马车。这赵东年大人虽然发了话，让咱们路上把这李家人折磨死，可这沈家的准少奶奶却出面要保人。阎王好惹，小鬼难缠。赵东年是官，沈家也是官。咱们要是真把人弄死了，万一沈家那位祖宗怪罪下来，咱们这就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是吧？命大遇着贵人了，算你们走运。猪猪，你当初那话当真是神了。你那时说让我当了禁军统领，多半会被派去宫中保护女眷，可以借此跟长宁公主搭上线，果然被你猜中了。唉，当时我听你说谢家无根无基，只怕以后会惹下大祸，所以才期待我拼命往上爬，好在来日护着你。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，哪怕在军营里累得掉层皮，也一刻都不敢松懈。原来夫人早就下定决心要杀赵东年，甚至连后路都找齐营铺好了。猪猪，你算计了所有人，求了齐营庇护，可你好像从来没想过依赖我这个夫君啊。还有我那个小舅子谢平凡，我就说他怎么好端端的被齐营调到了大理寺，原来你是怕赵东年在牢里下黑手弄死李家人，特意放了个钉子进去盯着。谢平凡那小子也是走了大运，竟然被大理寺卿家的小姐给看上了，那可是正经的官家千金，这命啊
真是好的没边了。猪猪，我发现就算没有我在这儿护着，你也一定能顺顺利利完成你的所有计划。我这夫人远比我想象中更强大，也更决绝啊。夫人啊，我算了一圈，齐营能护你，平凡能帮你，连那尚书老鬼都能为你冲锋陷阵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会不会嫌我特别没用啊？放心，哪怕你真的是个没用的人，也永远是我谢宝珠的夫君。我就知道，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听的情话了。夫人，你歇着，我给你煮燕窝去。生病，早不病晚不病，偏赶上老子要去游乐场的时候病，没用的东西，病死算了，赶紧走吧，别管他。老娘辛苦赚的钱还要供儿子上学，一个子儿也不会花在这种赔钱货身上治病。畜生！你们这帮畜生，她是你们的女儿啊！原来，那个在沈家怕冷、怕孤独，必须让自己有用才敢活着的猪猪，经历过这样的地狱。好起来吧，我求求老天爷，让我赶紧好起来吧！只要好起来，我就去干活，我就能不挨骂了。猪猪，猪猪，不要求那个狗屁老天爷，我在这儿。远安在这儿啊！嘿，大伙快看，这就是那个连亲爸妈都嫌弃的。听他亲弟弟亲口说的，他小小年纪就是个。你们还要不要脸？那亲妈妈、亲弟弟畜生，你们也跟着当狗吗？没用的东西！老子养你是让你吃白饭的，连顿饭都做不好，养你这个废物干嘛？你怎么不去死？我的猪猪，我的宝贝，竟然是听着没用的东西这5个字长大的。没用的东西！你现在当了经理，长本事了，不肯出钱供你弟弟买房，老子今天就让你干不下去！赚钱了不知道给家里寄，你不如死了算了！这种白眼狼，老娘养你干什么？猪猪，还手啊！保安，把这几个人清出去，如果他们再闹，直接报警。耽误大家时间了，继续。刚刚小刘说的项目，要注意风险评估。咱们不看了，这世道怎么能这么欺负你？别吃了，别吃了，这东西苦，猪猪苦啊！求求你别吃了。雪莉，你的用药量越来越多了，听我的，放下工作来医院看看。工作从来不是救命稻草，你始终觉得自己要做个有用的人，这种偏执已经严重伤害到你的健康了。沈元安，若我只是个百无一用的废儿，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你问我那句话，是因为你活在那样的地狱里，拼了命的想变强，想有用，只是因为你怕一旦变得无用，就会被这个世界再次遗弃。原来我的猪猪不是娇气，而是在用有用这2个字，卑微的为自己换取生存的权利。求求你，爸爸别打我了，我会努力
力工作的，我把钱都给你，求你别打我。猪猪，你看清楚，没人打你，我在这儿，谁敢动你一下，我要他的狗命！靠！陈招娣这死丫头居然住这么好的地方，老子早就打听清楚了，她现在叫什么雪莉，年薪100万，是个大名鼎鼎的女强人。等会儿进去，你们俩给我死死按住她，我拍点见不得光的消息发到他们公司群里，有了这把柄，老子下半辈子就不愁没钱花了。畜生，全家都是畜生，滚开，别碰他！我练了3年的泰拳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。死吧！你的钱全是老子的！终于都结束了。雪莉，你疯了吗？大半夜的，你发什么遗嘱？我当然会遵照你的吩咐，把你的遗产捐给那些贫苦女孩。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猪猪，不要！求求你，不要走，跟我回家吧。老天啊，我曾在千万次崩溃中反复自救，真的很累，也很煎熬。这一次，我真的无法再走下去了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你颤抖的手臂，来不及，来不不！猪猪，我来捞你了，我来爱你啊！你在梦里又哭又喊，满脸是泪，到底怎么了？猪猪，猪猪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你了。夫人，我要把所有的爱都给你，我爹娘的，我姑母的，长宁的，还有我沈元安这辈子的命，所有的爱我全都给你。词变了，海底看不见的四季，如今都在岸上了。猪猪，我会抓紧你，永远永远。